当世界上所有人类同时缩小10000倍时，全体人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作整齐划一，同时捂住自己暴露的3点部位。只因我发现变小的只有人类本身，而衣服和昆虫那些微观生物并不会跟着一起缩小。可当我准备找点东西给自己做衣服时，却发现远处听到一声惨叫声。我顺着声音方向看去，却发现平时一个指头都能捏死的普通工蚁，此刻如同一只身高100米、浑身披甲的洪荒魔神，正死死咬住我的老板。不到一会儿，就剩下2条腿暴露在外面。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涌，心里默念昨晚在地摊买的秘籍太乙金光咒，整个人进入了一个归西的状态。在微观世界，声音和气味的传播方式似乎也发生了改变。那只巨蚁在吞噬了我的老板之后，那巨大触角转动，似乎感应到了我的方向。它感受到了这里还有大量鲜活的蛋白质。只见巨蚁开始移动，每一步落下都如同发了一场小型的地震。那6条巨大的节肢轻易地拨开了茂密的地毯纤维，像推土机一样碾压过来。我不再犹豫，转身就钻进了纤维丛林的深处。周围的幸存者们早就吓疯了。一个女同事被地毯纤维绊倒，脚踝卡在了纤维的缝隙里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但我没有停下在这样恐怖的巨兽面前，停下就是死。只听到后面传来惨叫。我需要能破防的武器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出现了一道银色的光芒。我冲过去一看，那是一枚订书钉。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这就是天赐的神铁。起！我冲到订书钉的一端，经过缩小的身体密度，似乎发生了改变。我感觉到体内涌动着一股平时没有的力量。我暴喝一声，双手抱住订书钉的一角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巨响从身后的丛林传来，映入眼前的是那只工蚁，那双巨大的复眼死死锁定了我。我怒吼一声：“哎呀，你个畜生！”直接抡起那根巨大的订书钉，猛地回身一刺，来了一记回马枪，就狠狠地刺入了蚂蚁复眼下方的一处甲壳缝隙。这是它的软肋。巨蚁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叫，绿色的体液像喷泉一样涌出，淋了我一身，但淋在皮肤上竟然有一种奇异的灼热能量感。此时异变突生，那些沾染在皮肤上的绿色血液竟然顺着我的毛孔钻了进去。我感觉体内气流冲刷着我的经脉，并汇聚到丹田。微元，我的脑海里莫名浮现出这个词。就在生物缩小后，体内的能量密度被压缩到了极致。而昆虫作为这个世界的原住民霸主，他们的血液里蕴含着狂暴的生命能量。我感觉身体里基因锁打开了，握了握拳，指关节发出爆豆般的脆响。这就是修行。我眼中闪过一丝狂热。如果缩小是末日，那这股力量就是新世界的入场券。我重新扛起订书神枪，感觉重量最起码轻了一半。就在这时，周围的纤维丛林里陆陆续续钻出了几个幸存者。王哥，颤抖着指着我：“你杀了那只怪物。”我冷漠地扫了他们一眼，在漠视任何怜悯是多余的。想活命的，跟紧我。不想被螨虫当零食吃，我们就得往高处走。去那里，离开地面，我们才能活。我抬起神枪指向远方，透过缝隙可以看到一根巨大的光滑圆柱体，桌腿直通云霄。随后我们一行人开始在纤维丛林中跋涉，到处都是巨大的皮屑，像白色的岩石一样散落到处，有些皮屑上还长着5颜6色的霉菌森林。我突然停下脚步，横枪拦住了众人。前方的纤维丛林中潜伏着一只白白胖胖的长着8条腿的怪物，好像是一只尘螨。尘螨发出了模糊的意念波动，他猛地扑了过来，正好拿你祭旗。我脚下一蹬，身体如炮弹般弹射而起。我跳起自身20倍高度，空中挥动订书钉，狠狠砸下，尘螨直接被砸成了一滩白浆。清理了尘螨，队伍暂时安全了，但新的危机接踵而至。可就在半个小时之后，所有人就已经嘴唇干裂，极度缺水。一个女同事虚弱地倒在地上，我皱了皱眉，空气太干燥了，空调的风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场沙漠风暴。突然，有人指着前方兴奋地大喊：“只见在一片倒伏的纤维丛林中，对于微小的人类来说，这一滴水就是一个直径10几米的圆形湖泊。几个濒临崩溃的男同事疯了一样冲了过去。别过去，那是陷阱！我大声喝止，但已经晚了。好在最前面的男同事一头扎进了那滴水里，像是撞在了一层强力胶水上。我惊恐地发现这水太硬了，水的表面张力在微观尺度下变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粘稠的魔咒。它并没有沉下去，而是被粘在了水球的表面。他拼命挣扎，但这只能让他陷得更深。其他人吓得停下了脚步，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被水滴缓缓吞噬。在这个尺度，水不是流体，是粘稠的胶体，直接喝会被淹死或者被沾死。就在这时，我走到水滴前，保持着安全距离。我能感受到这滴水中蕴含的磅礴能量，必须打破它的张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运气体内的那一丝微远，鼓舞中有隔山打牛的发力技巧。我将手中的订书钉神枪的一端轻轻抵在水球表面，然后双手握住另一端，开始高频率的震动。体内的微源顺着手臂涌入订书钉，原本光滑如镜的水面在震动下开始泛起涟漪。喝这些小的！众人如获大赦，捧起那些微型水珠，贪婪地吮吸起来。我也抓起一颗水珠吞下，清凉的茶水入喉，不仅解了渴，茶水中蕴含的茶多酚和微量元素，在微观尺度下竟然化作了一股清流，滋养着我干涸的经脉。修为
精进了，我感觉到自己距离突破尘埃境中期只差一步了。喝饱了水，队伍继续向通天塔进发，但要到达桌腿，必须穿越一片黑色的荒原。这是一块黑色的橡胶垫，上面布满了巨大的孔洞，而在橡胶垫的尽头耸立着一座白色的、闪烁着电弧的长方体山脉，也就是插线板。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，这是由于插线板老化漏电加上空气干燥，这片区域充斥着恐怖的静电场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静电只是啪的一下刺痛，但对于微观人类来说，这就是真正的天界雷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头发飘起来了！一个小女生惊恐地喊道，她的长发像海草一样竖起。突然，一道蓝色的电弧从插线板的插孔中窜出，像一条游龙，瞬间击中了那个头发竖起的女生。她都来不及惨叫，直接被轰得化作了一缕青烟，连灰烬都没留下。这就是微观世界的残酷物理法则，触犯即死。众人都趴在橡胶垫上一动不敢动，我趴在地上看着那跳动的电弧，眼中却闪过一丝疯狂。古籍上有写，雷法乃万法之首，至刚至阳，吸收了虫血和茶水，肉身已经强化，但缺乏攻击手段。如果能引一丝雷霆入体，我要去那边。我指着插线板旁边的一根裸露的铜丝，这是一根充电线，此时正散发着微弱的电光。我慢慢往前趴，顶着巨大的静电压力，一步步爬向那根铜丝。就在我手触碰到那根铜丝的瞬间，一股蓝色的电流瞬间钻入我的手指，我发出了痛苦的咆哮。电流在我体内横冲直撞，试图烧毁我的经脉。我强忍住灼烧的痛苦，开始运转太乙金光咒的残篇心法，强行引导这股狂暴的能量。体内的微源疯狂反扑，与电流绞杀在一起。渐渐的，我皮肤下隐隐透出一层淡蓝色的光晕，那股电流不再破坏我的身体，而是融入了我的血肉，淬炼着我的骨骼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双目中闪过一道电芒，脑中闪过破甲境雷法出城。我抬起手，指尖轻轻一弹，一道细小的电火花射出，击中了不远处的一只路过的跳蚤。那只体型庞大的跳蚤瞬间变成了灰。我站起身，浑身电弧缭绕，宛如雷神降世。我回头看向目瞪口呆的众人，走上通天塔，我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仙门。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光滑的不锈钢桌腿表面，在微观视角下，其实布满了坑坑洼洼的划痕和油渍，这些划痕成了绝佳的攀岩支点。我一马当先，利用手指尖端凝聚的静电吸附力，像一只人形壁虎般快速上行。身后的幸存者们用撕裂的衣服纤维搓成绳索，结成连环船，艰难的通过。终于，当我们翻过桌面的边缘，展现在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这是一片广袤无垠的红木平原，像摩天大楼一样的文件堆，如同陨石坑般的烟灰缸，以及那个散发着诱人甜香的庞然大物，一个横倒的红色可乐易拉罐。我指着易拉罐说道：看见了吗？那就是我们的新家赤红堡垒。里面会有怪物吗？肯定有，但那也是机缘。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社畜，而是一名真正的修仙者，或者说微观进化者。众人小心翼翼地接近易拉罐，刚走到城门口，一阵令人作呕的腥风扑面而来。两只巨大的跳蛛守在门口，它们浑身长满黑毛，8只眼睛像探照灯一样闪烁。我冷笑一声：两头头守门妖，瘦瘦而已，你们退后。话音未落，一只跳蛛已经化作一道黑影扑来，速度之快，肉眼几乎无法捕捉。我的动态视力在微源的加持下，已经超越了人类极限。雷法麻痹！我左手猛地探出，掌心喷出一道蓝色的静电弧光，半空中的跳蛛被电流击中，身体瞬间僵直，原本精准的扑击动作变形，重重摔在我脚边。死！右手神枪如龙，出海精准的刺入跳蛛的头胸部连接处，绿色浆液飞溅。另一只跳蛛见状想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胸膛高高鼓起，吐纳法气弹，猛地喷出一口气，见吐纳法气弹。逃跑的跳蛛被气浪掀翻，肚皮朝上，众幸存者一拥而上，用牙签碎片和塑料片将其乱刃分尸。我站在易拉罐顶端，高举染血的神枪，宛如一位征服王。占领赤红堡垒！进入易拉罐内部后，众人发现这里简直就是天堂，罐底残留的一层薄薄的可乐液体，现在是一片褐色的糖分海洋。这些液体虽然粘稠，但对于汲取能量的人类来说，就是顶级的营养液。更珍贵的是，在罐壁上结晶出的白色糖霜。我抠下一块糖霜放入嘴里，一股极其纯净的高热量瞬间炸开，转化为滚滚微源，冲刷着四肢百骸。我激动得浑身颤抖。哇，这不是糖，这是零食！在微观状态下，糖分提供的能量效率是宏观状态下的几万倍。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糖霜足够一个微观人类修行3天。既然有了资源，就要建立秩序。我站在一块凸起的铝合金褶皱上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社畜，我们是尘埃宗。我为宗主，所有凡人需听从调遣，搜集物资，修筑工事。表现优异者，我传授救微源呼吸法解，踏入修行之路。我来到桌面上放空，这里的气流动比地毯层更好，空气中漂浮着大量的花粉颗粒。对于过敏者来说，花粉是灾难，但对于微观修仙者来说，花粉颗粒内部蕴含着植物的生命精华木系灵气。我盘膝坐在易拉罐顶部，演示着呼吸法。肉眼可见的空气中，那些细微的黄色颗粒、花粉被牵引过来，随着我的呼吸钻入鼻腔，
随着花粉入体，感觉自己的皮肤开始变得坚韧，原本脆弱的肉身仿佛披上了一层看不见的生物膜。破甲境圆满，只要再进一步，我就能达到凌波境。逝水的表面张力如无物踏浪而行。我指挥者幸存者门将铁罐城迅速建立起来。易拉罐的拉环口被用胶带碎片封住，只留出进出的闸门。罐内搭建起了用纸屑和纤维编织的房屋。人类的适应力是恐怖的，仅仅3天，这群曾经只会做 PPT 的白领就变成了熟练的微观猎人和建筑师。但是我感觉最近心神有点慌，我发现桌面上的昆虫似乎在变少，这不正常。除非有一个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正在清场。就在当天夜晚，赤红堡垒外围的巡逻队失踪了。发现了战斗的痕迹，血还没干，敌人动作很快，也很狠。还有半截被整齐切断的订书钉，我捡起那半截订书钉，瞳孔猛缩，这可是钢制的。在微观世界，钢铁依然是硬度的巅峰，能像切豆腐一样切断钢钉的，绝对不是普通的昆虫恶族。身后的眼镜男颤抖着指着前方，在阴影中，一对巨大的泛着红光的触须缓缓探出，紧接着是一具庞大到令人窒息的身躯，是一只蟑螂。但这只蟑螂不对劲，它的体型比普通蟑螂大了1倍，足有2厘米长。更恐怖的是，它的前肢发生了变异，进化成了2把类似螳螂的锯齿镰刀。它的复眼不再是浑浊的，而是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智慧。它嘴里咀嚼着什么，那是巡逻队员的残肢。妖皇，我喉咙发干，这只蟑螂显然是吃过什么特殊的东西，导致了基因突变。蟑螂王停止了咀嚼，发出了一声尖笑。随着笑声，周围的黑暗中亮起了无数双红点，成百上千只普通的德国小蠊像潮水一样从文件堆的缝隙里涌了出来。虫巢，跑，回堡垒，开启防御阵法！我一把抓起下滩的眼镜男，转身狂奔。身后的镰刀蟑螂王并没有急着追赶，他只是挥了挥前肢，像是在指挥千军万马。他要的不仅仅是几个人类，他要攻破那个铁罐子，把里面所有的蛋白质一网打尽。赤红堡垒内人心惶惶，外面是铺天盖地的蟑螂大军，将易拉罐围得水泄不通。虽然我利用从插线板那里引来的系统丝，在门口布置了一道简易的雷网，暂时挡住了虫巢的进攻。都是你！如果不建立这个基地，就不会引来这么多怪物。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指着我大骂：我们要谈判！那个蟑螂王有智慧，他在外面摆出了图案，他想要祭品，只要把老弱病残交出去，他就会放过我们。为了多数人的生存，牺牲少数人是必要的。他们看向我的眼神开始变得犹疑不定，人性的丑恶在末世的微观世界里被无限放大。你真以为蟑螂会讲信用？我握紧了手中的神枪，至少比跟着你送死强。动手，把他绑了，献给蟑螂王。瞬间从阴影里冲出7、8个壮汉，这些人都是溜德志偷偷笼络的亲信，虽然没有修炼出威元，但手里都拿着魔剑的牙签。这是兵变。我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变，原本为了节省威元而收敛的气息，此刻轰然爆发。我叫你们修仙，你们却跟我完全谋。我一步踏出，身影如鬼魅般消失在原地。那7、8个壮汉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，我瞬间出现在刘德志面前，单手掐住他的脖子。既然你这么想当祭品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饶了我！不能死！放开我！求你了！打开大门。蟑螂王那巨大的身影就在门口徘徊，我一脚将刘德志踢了出去。刘德志的惨叫声刚刚响起，就戛然而止，城内的所有人都吓傻了。在这个世界，蟑螂不可信，人心不可信，唯有力量可信。小兄弟别动，拿起武器！刘德志的死并没有平息虫群的怒火，蟑螂王仰天长啸，发出了总攻的信号，无数只小蠊叠成虫梯，疯狂地冲击着易拉罐的各个缝隙。那层薄薄的雷网在消耗完最后一点电力后彻底熄灭。我站在最前线，手中的订书钉神枪已经卷刃，我又换上了一根从自动铅笔里拆出来的 0.5毫米铅芯。石墨铅芯现在是一根黑色的神棍，虽然脆，但附着了威元后坚硬如铁。我将体内所有的威元注入铅芯，雷法千鸟，黑色的神棍瞬间变成了耀眼的雷霆之杖。眼镜男大长老带着一队修士，手持牙签长矛组成方阵，死死守住缺口。一只跳蚤突破防线，巨大的恶族瞬间咬断了一个弟子的脖子。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屠杀，也是人类最后的尊严之战。就在防线即将崩溃的时候，那只镰刀蟑螂王终于动了。他嫌弃小弟们效率太低，亲自下场。他那巨大的镰刀前肢狠狠劈在易拉罐的外壁上，在变异妖皇的怪力下，竟然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。蟑螂王那狰狞的三角头颅从裂口探了进来，复眼转动，死死锁定了我。他认出了这个气息，那个杀了他兄弟公羽的人类。一道模糊的、充满恶意的精神波动直接在我脑海炸响。人类虫子，他竟然能神识传音。我扔掉手中半截的铅芯，从背后抽出了一把刚刚打磨好的新武器。这是一片碎裂的美工刀，对于我来说，这就是一把长达10米的寒光闪闪的斩剑刀。老子今天就要斩妖除魔，尘埃尽。
整个人化作一道蓝色的闪电，迎着那只巨大的变异妖皇冲了上去。就在一人一宠即将碰撞的瞬间，天地突然变色。蟑螂王同时停下了动作，本能的抬头望去，只见在遥远的天边，那是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保洁阿姨，但在微观人类眼中，那就是一尊身高万丈，呼吸间能引发飓风的远古神奇。他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拖把，每一次挥动都卷起滔天的白色巨浪。是大扫除，这是灭世天劫。对于保洁阿姨来说，她只是在擦桌子，但对于桌上的微观生物来说，这是一场涵盖整个世界的大洪水。铝合金的堡垒在拖把的撞击下，像纸糊的一样翻滚出去。我眼疾手快，手中的美工刀片的插入桌面的一道缝隙中，死死固定住身形。而那只蟑螂王也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，6条腿死死抱住了一个沉重的烟灰缸。阿姨没有缩小，该死，身体快被撕裂了。但为什么阿姨没有缩小？看着那些在洪水中挣扎瞬间消失的同伴，心中生出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在泰坦面前，他们连蝼蚁都不如，只是等待被擦去的尘埃。洪水过后，桌面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，到处都是积水形成的湖泊和海洋。水不仅是阻力，也是浮力。我看着脚下的水洼，我闭上眼，回忆起太乙金光咒中关于水星的篇章，同时结合物理学中关于表面张力的知识。如果能将体内的微源覆盖在脚底，形成一层斥力膜，利用这股张力，我低喝一声，体内的微源疯狂涌向双脚，脚底踩在水面上，荡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，凌波进城。我心中狂喜，双脚连踏，连绵的水洼上飞掠而过。前方的一滩积水中，眼镜男正抱着一根浮木牙签，在漩涡中挣扎，将它扔到了干燥的高地上。宗主，你成仙了！只是掌握了规则，现在该去算总账。在大洪水的冲刷下，那只蟑螂王虽然没死，正趴在一块高地上喘息，正在吞噬周围死去的同类尸体来恢复伤势。变异生物的恢复力惊人，它断裂的翅膀正在肉眼可见的愈合。蟑螂王咆哮着，仅剩的一只独眼中射出红光。人类燃烧了本源精血，体型竟然再次膨胀，从2厘米爆炸到了3厘米。我站在他面前，渺小的如同沙粒，手中的美工刀片在对方巨大的镰刀前就像是玩具。武器，我需要更重的武器。我目光扫视四周，插着一根银光闪闪、修长笔直的绣花针。我身形一闪，冲向针线盒。蟑螂王看出了他的意图，巨大的镰刀前肢横扫而来，带起一阵腥风。我没有硬劈，而是利用凌波微步的灵活，在镰刀的缝隙中穿梭。我冲到绣花针前，双手环抱住这根银色巨柱。我额头青筋暴起，体内微源疯狂运转。我不再单纯用蛮力，而是将全身的静电能量注入绣花针，利用同性相斥、异性相吸的原理。我双手虚抱绣花针，悬浮在他身前，宛如听话的飞剑。绣花针化作一道银色的流星，带着刺破空气的音爆声直刺蟑螂王。他举起2把变异的镰刀前肢，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，火花四溅。蟑螂王的镰刀竟然被绣花针硬生生砸断，巨大的冲击力将蟑螂王庞大的身躯撞得倒退数，但绣花针也因为反作用力弹飞了出去，插在不远处的木头里。没死。这妖皇的防御力太变态了！蟑螂王断了一臂，彻底疯狂了。他张开血盆大口，喷出一股黑色的毒物。我连忙屏住呼吸，向后退去。毒物所过之处，桌面都被腐蚀出坑洞。不能拖了，威源快耗尽了。我看着插在远处的绣花针，又看了看头顶。头顶上方是那个插线板垂下来的电线，虽然绝缘皮包裹着，但有一处破损，露出了铜丝。引雷！引雷！来吃我！我大吼。蟑螂王果然上当，仅剩的镰刀和横扫而来。我一个滑铲，顺势滚到了那根插在地上的绣花针旁边。我没有拔针，而是猛地跳上了针尾。送你归西！我双手抓住垂落在那里的电线破损处，猛地一拉，接触到了绣花针的尾部。就在他的嘴唇触碰到绣花针的一瞬间，一道耀眼的蓝白色雷霆顺着电线通过绣花针，直接灌入了蟑螂王的体内。这是真正的220伏特下用电，对于微观生物来说，这就是9天神雷。蟑螂王发出了最后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他的身体瞬间僵直，内部被恐怖的高温瞬间煮熟，外壳焦黑崩裂，冒出滚滚黑烟。我浑身焦黑的跌落在地，而那只不可一世的变异妖皇已经变成了一具冒着香气、烤肉味的焦炭。蟑螂王陨落，虫群溃散。我斩杀妖皇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微观世界，躲藏在各个角落的幸存者们纷纷来投。1个月后，茶几高原上一座宏伟的城市拔地而起。这座城市的城墙是用蟑螂王的坚不可摧的甲壳搭建的。城中央的广场上耸立着那根银色的定海神针，作为镇城之宝，人类学会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生存。他们驯化了蚜虫，圈养起来挤出甜美的蜜露。他们捕捉了跳蛛，通过精神秘法将其驯化成坐骑，组建了精锐的飞骑军。他们利用微源技术，将昆虫的甲壳打造成铠甲，将植物的刺打造成长矛。我站在尘埃城的最高处，俯瞰着这一切。我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全新的境界——御武境，可以凭空操控数十根绣花针组成剑阵。宗主，这是新绘制的地图，发现了不少幸存者部落。继续扩张，我们要找回所有的人类。我抬起头，看向头顶那个巨大的、依然在运转的世界，那是巨人们的世界。我现在依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缩小。这里是新的家园，是新的修仙界，
我们是尘埃，我伸出手，掌心雷光跳动，那是文明的火种。但即使是尘埃，会聚起来，也能天海一扇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重新站在食物链的顶端，甚至比以前更高。新的纪元开始了。